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红河中，存在着许多神秘的未解之谜。大禹治水、女娲补天是神话吗？人类文明的进展为何会出现超越当下的时候？各种猜测，众说纷纭。但实际上，真相要追溯到遥远的上古时代。数十万年前，地球上曾存在过高度发达的史前文明。当时的上古人类掌握了远超现代人类的科学文明，登峰造极的基因改造技术更是使得他们最大限度开发了人体的潜能，可以通过吸取天地间的灵能来生存，甚至施展异能。然而一场极为惨烈的末日浩劫，使得当时的人类遭遇了灭顶之灾，无数的生命与璀璨的文明一夕之间覆灭。只有少数的上古人及时逃入地底避难，进入冰封的休眠状态，躲过了末日。此后，地球经过数万年的自我修复，又孕育出了新的智慧生命，也就是我们现代人的祖先。而沉睡在地底的上古人也纷纷苏醒过来，回到了陆地之上。他们看到了还在钻木取火的原始新人类，出于好意传授了后辈们耕作、冶金、建筑、治水防灾等技术。许多伟大的文明奇迹正是我们的祖先在上古人的帮助下完成的杰作。当时的新人类将身怀异能的上古人奉为神明，被他们兴建庙宇，顶礼膜拜。在各国史官添油加醋的撰写下，一部部传奇的上古神话流传至今。就这样，散落在世界各地的上古人大多都以神的身份融入了新世界，但也有一部分低调的上古人选择隐居深山，不问凡尘。然而，人们对神灵的崇拜也逐渐催生了恐惧和欲望。掌权者们忌惮神权会动摇自己的王权，又贪婪地想要将永生与神力占为己有。于是，他们或早或晚地以各种借口打响了讨伐神的战场。数量稀少的上古人终究抵不过千军万马，几近灭亡。没想到，他们亲手教会新人类锻造武器，却埋下了葬送自己的祸根。隐居深山的上古人尽管逃过一劫，却被统治者们不断追杀，甚至被污名化成了可怕的山精厉鬼。曾经的神明，转眼变作人人得而诛之的恶魔。世事变迁，早已无人知晓上古人的存在，唯有关于鬼怪的异事怪谈世代流传。而极少数幸存的上古人，至今还默默藏匿在世界的隐秘角落里。哇，好丰盛啊！可以开动了吗？稍等，还有最后一个菜。好。这是尝一尝吧。哎，你得尝尝外婆做的生煎虾呀，这是你最爱吃的。好。来。好咸。怎么会呢？我哥做的菜肯定是，好像是有点咸啊。原来哥也是会食物的。不过没事，人无完人嘛。这断臂维纳斯嘛，才是最美的，是不是？
再也吃不到外婆做的菜了。以后我会常常给你做的。谢谢，谢谢。碗我都洗好了，不过这厨房的灯怎么一直在闪，怪吓人的。大概是坏了吧，我一会儿去看看。哎，在偷拍金夏姐？没有，我刚拿到手机研究一下所有功能。那我们自拍一下。误了吧？我可不是出于什么私心啊，我就是想教教你怎么用这个前置摄像头而已。行。好了，我都闭眼了，再来一张。挺好的。不行不行，再来，求求了求求了。这次好了吧？不对哥，你这没拍上，你得按这个。我来拍吧。258棋牌7810.cc，世界顶尖棋牌游戏平台，注册赠送258元，取款快，零风控优惠多，游戏种类齐全，报率高，选择诚信实力的平台258棋牌。这张不错，发给我呗。怎么发？我教你啊。哟，看不出来啊，哥，拍了这么多金夏姐。呀，你去洗个澡吧。哦，这累了一天了，出了一身臭汗，那我去洗个澡哈。金夏姐，我借用一下你家浴室啊。自便。花，你画你的，我帮你揉揉肩。金夏，其实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啊？我发烧那天，你说的话，我其实听到了。等会儿可不可以不要消失啊？不是说我是你的充电宝吗？那有没有可能，哪怕樱花树枯萎了，只要有我在，就能一直给你充能呢？你听到了？对，所以我想跟你再确认一下，你是否愿意代替樱花树与我充能一辈子？如果不是开玩笑的话。我不是开玩笑的，我是认真的。那就好。
这样，我便可伴你而生，随你而灭。剩余的时间，每一年，每一个月，每一天，每一个时辰，每一秒，我都会陪伴你，保护你。谢谢。其实我还有一个事情想跟你澄清一下。之前外婆问我能不能跟你结婚，我并没有立刻答应。这有什么？这么重要的事情，怎么能随便答应？我可以理解的。其实是因为我把很多事情都忘记了，虽然今天想起来了，但也只是零星片段，所以我怕我之前成过亲，在现代岂不是算重婚？那样的话，既辜负了外婆，又伤害了你。所以你是都想起来了？我努力地回忆了一下，我至少应该是没有与人圆过房的，所以成亲应该也没有。什么啊？所以给我点时间，我会好好考虑这件事的。当然是以你的意愿最优先的。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是我唐突了，你别生气。我没生气，只是觉得遗憾。如果外婆她能听到你说的这番话，该多开心啊！抱歉，是我来晚了，花了1000年才找到你。哥，我洗好了。你们这是？没干嘛，我去洗澡。早点休息，晚安。我也回房间了。哦。哥，你不会在偷拍我吧？没有。那你怎么都不理我？你在看什么？我哪有不理你？你有疑问的，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？可是我还想知道更多关于哥这几千年来所有的事情。我记得的基本都告诉你了，其他的我也忘了。那什么时候会完全恢复？不知道。不过最近恢复的越来越快了，多亏了金夏。哥，那你真的觉得金夏姐就是你要等的那个人吗？不然呢？那如果万一金夏姐不是你要等的那个人，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办？你突然这么问，我也不知道。不过我相信他一定就是我要等的人。哥，你不会真的喜欢上金夏姐了吧？叶海，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？怎么说呢？可能就像我一样吧，想了解哥的全部，事无巨细。
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，你怎么了？哥，姐，金小姐，金小姐，怎么了？南华？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变好冰。怎么回事啊？真的很冰。小心！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冰啊？抱歉，说好了不当你的邻居，可能是冰能消耗过大，所以冰能消耗过大。充能，我给你充能。怎么样？好些吗？又充能延迟了。金夏姐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着趁人之危轻薄我哥呢？赶紧送去医院啊！你不懂，他这个情况去医院没有用。啊，那我去烧点热水。行，还是不行吗？对不起。不管了。现在总可以了吧？还是不行吗？那怎么办啊？可能是离家太远了。我送你回家。你留下，处理外婆的后事。你还送？可是你骨树尚未枯萎，只要回去，肯定会没事的，别担心。好吧，小弟，你快过来帮忙，把他扶上车。来了。我们把车开走，真的没问题吗？你出门会不会不方便？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关心这些？放心吧，镇子小，去哪都是几步路的事情。而且这几天我还要整理外婆的遗物，不太会出门的。好，那我好了就回来。别说了，赶紧出发吧。小丁，路上小心点。金夏姐再见。到底为什么充能会失败呢？哥，你的手怎么了？灵能消耗有点大，没关系。还好很晚了，不会堵车。唉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会充不上能呢？是因为离家太远了吗？但上次他在公司外面昏倒的时候，虽然延迟了一些，最后还是可以的呀。不会是失效了吧？那之后樱花树死了怎么办？难道我根本留不住南华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怎么会这样的？我会问金夏姐。不要告诉他。快到了，一定会没事的，回家就会好的。
这不是……今日哀家来，是想与你坦诚一件事。此物，你可有印象？这是我留给世子的。世子最后现身之地，离此处不远。深山中被捣毁的古代祠堂。50年前，河豚小镇边一座深山之中，曾发现过一座历史久远的古祠堂。据史学家考证，该祠堂建于汉代，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所供奉之人难以考证，是珍贵的古籍遗址。令人惋惜的是，这座古祠堂在50年前因为城镇开发建设而被河豚小镇当地的居民拆除，而带头拆除祠堂的是当时一位年轻的女性。外婆，来个小心。喂，小丁，怎么样？你们到了吗？金小姐，我已经把哥放进那个棺材了，你放心吧。那就好。开好些没有？哥，应该会好吧？我感觉他已经开始体温回升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谢谢你啊，这几天可能要多麻烦你了，我在这边也都是干着急。哎呀，放心吧，哥有什么情况我会随时说的啊。嗯，谢谢你。谢什么？以前是哥救我，现在是我救哥，应该的。哎，先不说了啊，我去照顾哥了。好，再见。你也早点休息啊，再见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该怎么轻描淡写说这次坎坷？该如何云淡风轻的说不值得？每次都期待结尾处能有转折，可故事的主题早被赋予苦涩。陌生的他站在了你熟悉的身侧，代替我的一切占有那份炙热。其实我早该释怀的，沉默都被你上了锁，也不至于如今被情绪贯彻。其实我每走一步都有想过回头，却始终没有找到停下的理由。你的心太淹没，我又怎敢奢求？
姐，哥体温已经恢复正常了。昨天哥状态挺好的，我现在再去看看，要是哥醒了，我就马上告诉你。仪式顺利哈，别太伤心了。阿香，阿香，你来了。哥，感谢大家拨冗出席我外婆的葬礼。我没有父母，是外婆一手把我拉扯长大的。镇上的大家应该都清楚，我总以为和外婆能够来日方长。却不曾想过，就这么突然的走，直到走了我才知道，我好像除了惊吓的外婆以外，还不知道她还扮演过什么样的角色。她有很多愿望。希望我吃好点，长高点，再新一点，别被人欺负，找个好工作，嫁个好人家，有个自己的房子。可我不知道，还有哪个愿望是关于他自己。再也没有机会了解他自己了，再也没有机会。他说：“外婆，
时候的愿望，我来替你实现。你的遗憾，我来帮你弥补。从这，我怎么办？我就只有一个人了。你不是一个人。哥，哎呀，你去哪儿了？你担心死我了！我给你打电话也不接，我差点以为你灰飞烟灭了呢。抱歉，是我走太急，忘了知会你。哥，那你怎么都不给我打电话的呀？刚才在忙金夏忙葬礼的事，流程太紧，就想着结束再回给你。那金夏姐呢？她怎么也不接我电话？她手机都被你打没电了。嘘，反正你们都不考虑我的感受吧。对不起，这次是我考虑欠周了。那这样，我回去给你做1个礼拜的饭，当做赔礼不是，怎么样？真的啊？那说好了，哥，拜拜。再见。怎么这么看我？没怎么。你身体还好吧？我很好，放心，灵能充沛。那就行。其实你不用刻意过来陪我的。万一什么？万一你又像上次那样怎么办？我这个充电宝时灵时不灵的，之前还答应你要给你充一辈子的呢，结果下一秒就被打脸。以后不会就一直不灵了吧？那有什么关系？这很有关系。要是一直都失灵的话，樱花古树枯萎之后你怎么办呀？刚才忘了告诉你个好消息，樱花古树看样子是不会枯萎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今日我醒来时，觉得身体已经复原，就想着即刻赶过来找你。当我穿过庭院时，竟看到樱花古树生意盎然，开了满树繁花。我很诧异，细敏与我的状态息息相关，怎么我快丢了半条命，他却一点没有凋零？我检查了一番，
最后发现，它竟然长出了新的根茎。新的根茎？对，樱花古树正在自我复苏。那是不是意味着你不会消失了？对。太好了。不过，为什么呢？你不是说古树的枯萎是没办法逆转和修复的吗？我也很奇怪，或许还是因为你的缘故。我？这件事情我也很在意，等回去之后再研究一下吧。那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吧，我预约个顺风车。这么着急？我请假太久了，落下太多工作，要是再不回公司，说不定就给开除了。而且，我不想再看到你这个林黛玉生病的样子。早些回书边，我还放心些。好。但是，这么说起来，会不会以后你都不需要我这个3无充电宝了？樱花古树这才刚有出生的根茎，要指望它像之前那样提供充沛的灵能，恐怕还要100来年。是吗？你笑什么？没什么。客厅就交给你了，我去收拾房间。好。不过，此事确实有些诡异，一定要好好查清楚才行。小川姐，谢谢你啊，小丁。所以小川姐，你是因为节食减肥太久没吃饭，才会饿晕过去？对啊，饿死了，再不减肥了。可是他们今天家里没人啊，你是怎么进去的？金夏有给我备用钥匙啊。啊，那你是来？啊，我本来是来看南华的，结果他不在。他去哪儿了？身体好了吗？哥已经好差不多了，然后就去找金夏姐了。嗨，还有白跑一趟。也好，当我没有来过。小丁啊，今天我晕倒这事儿，你能不能不要告诉他们啊？金夏最反对我节食减肥了，让他知道了又得说我1年。嗨，没问题，我帮你保密。小丁你真好。啊，好饱啊，活过来了。厕所在哪儿？啊，在那边，靠右。借我一下。南华，我该怎么开口跟你说？其实柿子的祠堂是外婆拆毁的呀。唉。金夏，外面我收拾好了，我帮你吧。抱歉，我吓到你了。没有，我刚才想事情太入神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我帮你收拾吧。啊，好啊，谢谢。
金夏，这个画本你还要吗？金夏258棋牌7810.cc，世界顶尖棋牌游戏平台，注册赠送258元，取款快，零风控优惠多，游戏种类齐全，报率高，选择诚信实力的平台258棋牌。这个画本你还要吗？哦，这个啊，这个不要了。你怎么心不在焉呢？有吗？有啊。你是在想外婆吗？我都怪我，在你最困难的时候还撇下你，让你独自承受这些。没有。南华，我不能骗你。那颗留声珠，我好像知道外婆是怎么得到它的。没关系，其实我早都知道了。你知道了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其实，在我操控他人的时候，可以看见对方心里的恐惧。那天我在外婆身上和你告别的时候，我也看见了她的恐惧。啊？你之前说过，外婆从来不会去宗庙、祠堂，甚至看起来还会绕道走，对吧？我在她身上看见她年轻时因为参与河豚小镇的城镇建设，拆毁了一些寺庙宗祠这样的老建筑，其中不乏珍贵的文物古迹，但后来一直懊悔、愧疚，却难以启齿，于是郁结于心，成了心结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外婆不进寺庙的原因，不是因为不相信鬼神，而是因为心结。对。那既然你都知道世子的祠堂是他拆毁的，你不生气吗？我目睹过太多的兴衰变迁，曾经崭新的物件，渐渐成了陈旧的历史。你外婆经历的是时代浪潮，并非她个人的喜恶，并不能归咎于她。更何况，重要的是人，不是物。有了你，我何必执拗于一座祠堂呢？南华，你这是人太好。其实来到这个镇上之后，我也触景生情，慢慢想起了一些事。没想到，你还留着这耳环。它是原先世子之物，我自然会细心留存。世子的，一晃眼30载都过去了。回想当年哀家出嫁于陛下，懵懂无知。若不是得你一臂之力，又怎能有如今的母仪天下？你能有今时今日的一切，虽有我的助力，但最大的功臣还是你自己。这些年来，天下纷争平定，国富民强，没有我，你也做得很好，不是吗？元华，你这是在怪哀家，这么多年都没来看过你。我并不在意，宫闱之中本就身不由己，况且我困在这深山，路途遥远，你自
自然也没办法。并非如此，哀家不是不愿意来，实是因为不敢来。不敢。今日哀家来，是想与你坦诚一件事。我给你的这耳环，其实并非为我所有。当年，有人将这对耳环赠与哀家，告诉哀家，凭此信物，便可得仙人相助，享尽一生荣华。只因哀家来此处寻你。什么人？一位妙龄女子。风灯里呼吸，会遇见一场小雨，还等鸟飞低，会遇见一个奇迹。我等过了几世纪，才和你再次身相遇。见面